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2号，比特币跌破2万美金，千金难买牛回头，喊单做多已经第3天。很多家人也是在问，有听我建议2万下方做对的多单，目前有利润，短线应该要如何来应对？首先，我想给大家一个大大的赞，不管是多方的朋友，或者是空方的朋友，也是想帮大家赚钱。那等下来跟朋友们聊一下，你有对或者是没有做多的朋友，也可以再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的位置，因为现在日线是有一个多方的吞噬，那跟历史上的几个底部的位置，比如说就去年底的这个位置有哪一些相似之处，以及4个小时里面它现在有一个小型的 W 底形态，里面还有哪一些技术知识重点，我们要值得去观察的，以及多方我是希望朋友们你一定要给我拿住啊，不要给我随随便便卖掉，因为昨天计算了一个玄学的点位，这一个位置19500美金是不会再破下去了，更不用说这个15000美金的低点，我个人多单是选择继续抱啊。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危机越多它只会越弱。你可以观察一下硅谷银行破产 ，FTX 交易所破产，你要破那干嘛不赶快就直接跌下去啊？美国那边的很多银行股动不动都是跌了50%，那为什么不跌啊？硅谷银行事件，我个人觉得它算是一个大利好，也不排除美联储下一步可能会放缓加息，甚至停止加息来应对，甚至印钞。因为也是有看到新闻，明天晚上美联储现在是要召开紧急会议，开始要动刀了，动什么刀？利率太高了。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钉钉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危机造成的一个情况，很明显的观察，比特币对美元的交易对是非常的强势哦，价格是在20600美金附近。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对 USDT 的价格，它是在20400美金附近。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危机造成很多的资金或者是美国那边的客户已经不信任那些银行，不信任这一个美元。所以昨天的视频是跟大家讲，不要去管它，有可能这一次压回来，主力也是目的为了下散户，把筹码给接走。主力 FTX 交易所破产，也是下散户，筹码给接走，因为现在价格是在这个上方啊，之前为什么涨到这么高的位置，就是筹码全部被主力给接走。那现在压回来，我的观点是你一定要去接哦，因为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已经出多方吞噬了。那还有一些观点，一个是比特币对美元是非常的强势，美元在没落，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美国10年期国债或者是美国2年期国债是不是在崩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国10年期国债跟这个2年期国债的价差，它倒挂的距离，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有可能100个基点，也就是1%的一个倒挂差距，估计有可能是一个极限啊，1年多啊，它是倒挂了1年多了，拉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那现在不是已经全部崩了？收益率崩的情况下，说明什么？就是这一次硅谷银行的事件，其实是美联储把那一些银行给害惨了。我想跟大家讲，大家知道美联储利率加息加了1年哦，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2022年2月份，当时的利率还在0，1年多的时间，整个利率就加到 4.75%。这个会造成什么影响啊？也就是这一次硅谷银行崩盘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这个美债收益率，它如果是在呈上升结构的情况下，说明什么问题？美债的现货它是在跌的，因为你如果是利率都已经加到 4.75，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在 3.7， 就是说明旧债的一个利率是没有吸引力了，它要发行新的债券，不管是什么其他的利率产品，短期的也好或者长期的也好，都必须要超过这个 4.7 的利率才会有吸引力。那这一个美债的现货，旧债的10年期国债，它就造成一个什么影响？它如果之前发行的利率是在 1%甚至 0% 的一个利率，100块的话，它就必须要跌。100块要跌到多少？我是不知道，那个硅谷银行他们就没有什么一个对冲的工具。国债的期货可是有对冲工具哦，你可以去做空啊。我不知道那个 CEO 到底是怎么搞的，还不如你我去做 CEO， 可能都比他们聪明。因为都知道有预期美联储是要加息，那这个国债肯定要跌啊！你不跌的话，100块你还在100块交易的话，谁去买你这个国债？鬼去买啊！
那有可能跌到90块，或者是跌到比如说80块，我只是打个比方啊，才会有吸引力。那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有这么一个事件，我估计那一些人应该也不是这么蠢。为什么是一个科技银行的倒闭？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它对比特币算是一个大利好。美联储1年多以来的激进加息政策，就10年期国债收益率，它是抵不上新债的利率以及现有市场利率的产品，引发的银行持有的旧10年期国债的持仓价格持续下跌，导致硅谷银行资产负债表大幅减值损失。会只是硅谷银行吗？或者是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然后美国银行客户的挤兑导致股价的崩盘，也是对老金融系统的不信任，相信资金肯定会有一部分来到币圈的市场，特别是这个比特币，因为从价格已经很明显的观察，比特币对美元是最强势的一个品种啊。另外，银行股的崩盘，流动性的曲解，我相信美联储也是在看，他这个医生不会动刀吗？现在是很明显已经开始要动刀了，所以明天晚上一定要去留意一下这个美联储紧急会议啊，我估计就是有可能利率是不是要治这个利率。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次3月23号加息的预测，昨天的时候还看到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是在60%。那今天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它这一个加息50个基点的预测已经是在减弱了，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明天晚上是很重要。美联储这一次的紧急会议不排除有可能就是为了应对这一个硅谷银行的倒闭。包括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这样子，我估计就是有一双无形的手。它为什么其他银行不倒闭，就是倒闭这一个硅谷银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CJ， 也就是赵成本他的一个预测，纯粹的猜测，几乎感觉关闭加密银行是有一个力量在协调努力的。结果呢，银行被关闭，但是区块链仍在运行啊。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去看空比特币。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日线的技术形态啊，很明显的观察这一根下跌的量，非常大的一个量，而且是整个区间里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量，连当时拉升上来上涨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量。那昨天利用一个小量，而且是在周末，他就把这根下跌的量在这个位置卖出的，甚至做空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到今天来看，我的观点就是一个错的。有听我的建议，有对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拿住啊！这个位置就是有人把散户的筹码给吓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多方吞噬，它前面的这个位置，也就是16000附近啊，当时这边有一个多方吞噬，后面它低点有跌破吗？也就是这个低点它有跌破吗？没有啊，压回到这个位置就撑住了，而且是区间震荡。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尽量观察一下，昨天不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是不会再破下去了，那我们就看一下4个小时，它如果在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观察是一个W 底的形态，而且下方触底的时候量呢是非常的大，但是现在是没量哦，没量。我的观点是 W 底的形态什么时候要突破的时候，应该要放量，不一定短期会突破，有可能还是在震荡，所以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压回的位置就是一个买点啊。那还有压回的位置，我的观点也是买点啊。然后下一次突破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这边如果真的是一个 W 底，它突破这个高点的时候，必须要放量，目测的一个目标有可能就是上方。来到这一个22000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区，也就是这一个区间整理破位的位置，这边是有一个中段整理区，到时候来到这个位置尽量观察一下会不会有压力哦。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布林线中轨，有一些利润的朋友也是在问现在中轨要不要卖，这个我不知道你仓位的取舍，你是取舍短线还是长线？如果是长线，我个人是不建议做平仓的动作，因为现在计划就是这个位置千金难买留回头，买完你就给我安心持有，不要去管啊这一个4个小时的布林线中轨会不会有压力？因为目前短线是没有趋势它趋势还是向下的，只是这边有一个 N 型出来，或者就是一个 W 底，但是它颈线也没有突破。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 Vegas， 它这一次是把576跟676的通道都给跌破，不过它目前144跟576还是多方排列，只是不好的一点，它是在这个位置把这个支撑给破，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挖坑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比特币的势头线啊。下一次我们就尽量观察一下这一个60的一个 EMA， 它到底会不会调涨啊？因为之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趋势要扭转的情况下，比如说当时在底部的时候，它也是 FTX 交易所崩盘，它也是横了有一段时间开始测这一个60的一个均线啊，1次、2次、3次。
后面就过的话，但是也不一定会大涨，其实还是在整个区间。所以这一次还是一样，我们尽量看一下什么时候它会开始测这个60的EMA，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本流出。